过去2年，短剧行业的增长速度非常惊人，一些短剧 APP 的下载量在短时间内冲上应用商店排行榜，有些爆款短剧单月流水甚至可以达到上千万。很多人以为短剧只是影视行业的一种新形态，竖屏1分钟1集，节奏更快，剧情更刺激，看起来它只是把电视剧压缩到了手机里。但如果你仔细观察短剧行业的商业模式，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短剧真正像的其实不是电视剧，而是手游。从收费模式、剧情结构到用户留存机制，短剧几乎在复制手游行业的一整套方法。今天这一期商业暗线，我们就来聊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变化。短剧其实不是影视，它更像是一种剧情游戏。短剧的收费方式其实就是手游。如果你用过短剧 APP， 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熟悉的结构。前几集是免费的，比如第1集到第5集可以免费观看，但从第6集开始，平台就会提示你解锁剧情需要付费，或者看广告解锁下一集。这个模式其实和手游几乎一模一样，手游通常也是免费下载，进入游戏之后，如果想继续推进关卡，就需要付费或者看广告。换句话说，短剧其实并不是按影视内容收费，而是按剧情进度收费。你不是在买一部剧，你是在解锁剧情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游戏逻辑。短剧的剧情本质是关卡设计。如果你仔细观察短剧的剧情结构，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，比如很多短剧都会使用非常固定的剧情模板，例如豪门复仇，被欺负多年的主角突然身份曝光，一步一步反击，或者真假千金，一个看起来普通的女孩其实是隐藏的豪门继承人，又或者是非常常见的霸总逆袭，一个被看不起的小人物突然掌控一切。这些剧情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几乎每一集的结尾都会出现一个强烈的反转，例如身份突然曝光，爱情突然破裂，复仇计划突然开始，甚至有人突然死亡。这种结构其实不是传统影视的叙事方式，而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关卡设计，就像游戏一样，每一关的结尾都会留下悬念，让玩家必须继续下一关。短剧也是同样的逻辑，每一集结尾的悬念其实就是在推动用户付费解锁下一集。换句话说，短剧不是在讲故事，它是在设计关卡。短剧公司其实很多来自游戏行业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很多短剧公司的核心团队其实来自游戏行业，例如手游发行团队、页游运营团队、小说付费平台团队。这些团队最擅长的事情其实不是影视创作，而是3件事：用户留存、付费转化、情绪刺激。这些能力在游戏行业已经被研究了20多年，而现在他们被直接移植到了短剧行业。所以很多短剧平台本质上更像是一个内容游戏公司，而不是传统影视公司。短剧的广告投放也像手游。如果你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短剧广告，你会发现他们的套路非常熟悉。这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情绪钩子广告结构，通常是最刺激的一段剧情，一个巨大的悬念，比如他隐藏了10年的身份终于曝光，或者婚礼现场新郎突然发现新娘的秘密，然后画面突然结束，下面只留下一个按钮，继续观看。这种广告结构其实和手游广告几乎完全一样，他们的目标不是讲完一个故事，而是制造一个情绪钩子，让用户点击进入 APP。 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游戏买量逻辑。短剧正在变成一种互动娱乐。随着行业的发展，短剧甚至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变化，互动剧情。例如用户可以选择剧情走向，选择角色关系，甚至决定结局。这种模式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一种游戏类型，视觉小说游戏。在这种游戏里，剧情就是玩法，选择就是操作。
如果未来再加上 AI 生成剧情，那么短剧甚至可能变成一种新的娱乐形态 ，AI 互动剧。6. 内容行业正在全面游戏化。如果把视角稍微放大一点，其实会看到一个更大的变化。不仅仅是短剧，很多内容行业其实都在游戏化。直播平台用打赏机制，短视频平台用点赞和推荐算法，知识付费用课程关卡，会员体系用等级成长。所有内容平台其实都在设计一件事，如何让用户不断继续。这其实就是游戏设计最核心的一件事，如何让用户不断继续，不断投入时间，不断投入金钱。所以短剧的出现其实不是偶然，它只是内容行业游戏化的一个新阶段。过去20年，游戏行业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，如何让玩家持续沉浸，而现在内容行业开始全面学习这套方法。7. 短剧行业其实是一场买量生意。如果再往商业结构深看一层，简单说就是用户赚的钱必须大于拉他进来的广告费。你会发现短剧行业还有一个和手游极其相似的地方，那就是买量。很多短剧公司其实并不是先拍剧再找观众，而是先算一笔账，比如获取一个用户需要花多少钱，一个用户平均会付费多少，只要付费金额大于获客成本，这个模式就可以无限扩大。这其实就是手游行业非常经典的一套公式， CAC 获客成本 vs LTV 用户生命周期价值，只要 LTV 大于 CAC， 公司就可以持续投广告。短剧行业很多公司其实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在运营，拍剧本质上只是内容素材，真正的商业核心是流量和转化。8. 为什么短剧天然适合游戏化？如果把前面这些现象放在一起看，就会发现一个更深层的原因。其实短剧之所以会越来越像游戏，并不是偶然，而是因为这种内容形态本身就非常适合游戏化设计。首先，短剧是碎片化内容，一集通常只有几十秒到1-2分钟，这种长度其实非常接近游戏里的关卡长度。用户看完一集就像打完一关，接下来最自然的行为就是继续下一关。其次，短剧的叙事本身就高度依赖悬念，每一集的结尾都会留下一个问题：身份会不会曝光？关系会不会破裂？复仇会不会成功？而悬念本质上就是推动玩家继续下一关的机制。游戏靠关卡推动，短剧靠剧情悬念推动，两者在结构上几乎是一样的。最后，短剧主要发生在手机上，而手机本来就是游戏最重要的平台，用户的使用习惯、本能反应、付费方式早就被手游行业训练了很多年。所以当短剧这种内容形态出现的时候，游戏行业积累了20多年的那一整套方法几乎可以被直接套用。于是短剧越来越像游戏，其实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。本期商业暗线，短剧行业看起来像影视，但它的商业逻辑其实更接近游戏。广告投放像手游买量，剧情设计像游戏关卡，用户付费像游戏充值。当内容行业开始使用游戏行业的商业模型，短剧就不再只是影视，它正在变成一种新的娱乐产品——剧情游戏。所以说短剧不是影视，而是手游。更准确的说，它是被游戏化的内容产品。也许几年之后，我们回头看今天的短剧行业，会发现它只是一个更大变化的开始。如果短剧真的越来越像游戏，那未来的所有内容行业会不会也越来越游戏化？比如电影会不会变成互动剧情，小说会不会变成可选择结局，甚至综艺节目会不会变成一种大型真人游戏？如果有一天我们看的每一个内容产品都在像游戏一样设计用户行为，那娱乐行业会不会彻底改变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 OK， 如果你对这种经济观察、商业逻辑、科技趋势和互联网经济感兴趣，欢迎订阅商业暗线这个频道，我们下一期见。